20世纪80年代，东南亚某国一架飞机坠毁在西海边境，在山中无意间撞出了一个古代墓穴，两国联合考古队对古墓进行勘探。考古队发现了主墓室的位置，但在清理的时候出现了些状况，导致5位队员意外身亡，还有几个人被困在了里面。吴三省作为领队，决定带领队伍前去救人。古墓里众人发现这里甚是诡异，越往里面走的过程中，手电筒开始失灵熄灭了。这时有人发现身边少了一位队员，伴随着一声古怪的叫声，失踪队员的尸体坠落到了一旁。看到情况不妙，众人赶紧撤退。然而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怪叫声，众人开始拿枪射击，但奈何呀，怪物有出场 buff 加成，队员们抵挡不了攻势，一个个接连阵亡。吴三省最终也被怪物袭击。随后男主吴邪从床上惊醒，原来刚刚只是他的一场噩梦。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来人正是吴邪多年的好友王胖子，他带来了一位仓库小老板，来的目的是为前段时间地震把仓库的地面砸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小老板怀疑下面是个古墓，如果找考古队肯定就会被要求停工，于是想花钱请2人出面解决。吴邪一听本打算拒绝，然而经过王胖子极力劝说，6万，那是6万呢，足够半年的包面了。吴邪这才同意出手帮忙。吴邪是一名文物研究所顾问，人送外号小三爷，祖传3辈倒斗手艺，自带走哪儿活隐藏 buff。他的爷爷吴老狗还保留了一个神秘笔记本，上面记载了他年轻时候倒斗的各种经历，被称为盗墓笔记，不对，是考古笔记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然而家里人都不希望吴邪进入这个行业，只有三叔吴三省一直支持他。但是三叔常年走南闯北不回家，倒斗路上开风沙，有次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吴邪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后来吴邪瞒着家里人，跟着爷爷笔记上的记载进行了很多冒险，也认识了许多伙伴，其中和王胖子、张启灵2人经历最多，组成了铁三角。他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抱团打怪，如今的3人都以金盆洗手。一晃10余年。言归正传，小老板带着2人来到仓库，说洞口底下经常传来钟声和人的说话声。2人吊着钢丝来到了洞口最底部，发现墓里全是保存完好的吊葬古棺。吴邪注意到棺材上刻的都是乐师，每个乐师都拿着不同的乐器，很有可能这里葬的是一个乐队。黑金刀，不要！而且每个棺材下面都有一个碗，接住了从棺材底部流出的棺露。就在这时，2人听到一阵怪叫，像是从其中一具棺材里发出来的。胖子把耳朵贴近棺材上，声音突然发了出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吴邪说，这是由于我们进来之后导致温度发生了变化，棺材里的木头缝隙因为空气流通产生了细微的摩擦声。胖子听完后恼羞成怒，抬脚踢向了碗。吴邪来不及阻止，几滴棺露从碗中洒在了地上，起了化学反应，瞬间变成毒气，蔓延扩散开来。2人赶紧跑开，退到安全位置商量着对策，最终决定先带棺材上去，尽快交给国家。2人在上升时，操作员终于开始了表演，我升我降我停，刺不刺激？玩的就是极限。还好2人有惊无险回到了地面。吴邪对众人吩咐说，棺路上有剧毒，千万不要泄露，等考古队来了会进行处理的。说完2人准备离去，吊机又出现了问题，早让你报考蓝翔。悬吊在空中的棺材扑通砸在地上，盛满棺露的碗瞬间破碎，毒气四处蔓延开来。众人赶紧逃离仓库，吴邪不慎吸入毒气，被送入了医院抢救。出院后，吴邪每天愁眉苦脸，生无可恋，仿佛有着什么心事儿。这天在收拾杂物时，吴邪发现了当年三叔送给他的旧手机，里面有一条三叔发来的短信，是经过文字加密处理的。吴邪利用小时候三叔教的方法破解了密码，得到了一个地址：北极阁气象博物馆221储物柜。吴邪猜想三叔很可能还活着，而且留了东西要给他。晚上，吴邪回忆起以往和三叔一起美好的时光，多愁善感起来。原来这一次意外中毒让他知道了自己得了严重的肺纤维化，命不久矣。医生说最多还有3到6个月的时间。
这次得病的事儿，他只告诉了小哥张启灵。如果说临死前还有什么心愿，吴邪最想做的就是能找到自己的三叔。于是他决定重新出发，和胖子来到北极气象博物馆，直奔221储物柜。打开柜子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胖子也钻进去仔细查看，发现柜子上方刻着3大3头子。吴邪知道了暗语密码，目光看向留言簿，查找中，在一本簿子里发现了一份转让声明，这是三叔在某处给他留了一块地。胖子一下就激动了，吴邪却有些担忧。二人开车前往三叔遗留的地方，发现是一所废弃的气象站，屋子里面阴气森森，非常破旧荒凉。二人寻找无果，胖子开玩笑说，不如在这里开家密室啊。正说着，他发现柜子后面可能还真有一间密室。二人合力推开柜子，发现里面居然有具男性的尸体。胖子在桌子上拿起了铜牌，上面刻着吴三省的省字。而吴邪也找到了三叔的打火机，难道这具尸体就是三叔？吴邪猜想到这种可能，悲痛不已，但也不敢十分确定。二人继续寻找房间的物品，在床底下发现了还有东西，几个箱子里装满了磁带，上面都标有编码，看来都记录了内容。紧接着，二人对尸体进行了检查，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和照片，证件的主人叫做杨大广，和尸体长得一模一样。照片上则是和三叔的合影，同时工作证和照片后面都刻着数字044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吴邪回到家，把所有的磁带都带了回来，听了好几盘，都是在打雷。原来杨大广是在听雷。之后的吴邪戴上了耳机，没日没夜地听这些磁带，发现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雷声。吴邪粗略地算了一下，想收集这些雷声起码得10几年的时间。那他听雷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？没有人能明白。晚上吴邪戴着耳机睡觉，胖子看不下去了。吴邪每天都在听雷，偷偷在拿录音机的时候把他惊醒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一道雷声响起，吴邪坐了起来，然后中邪似的跑到院子里，举着录像机开始录雷声。回到屋里，他从磁带中拿出了一卷，来到电脑前操作着。原来他刚才录的雷声和杨大广10年前录的雷声一模一样。胖子说，这个频率的雷声应该经常出现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这里面肯定隐藏的信息。但是两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三叔留下这些线索是想表达什么呢？胖子提议吴邪去找他二叔，那可是江湖老妖精。天一亮，吴邪开车来到了二叔吴二白家，走进家中，看到一群人跪一地，二叔正打游戏，也是一脸懵逼。后来得知，原来是薛老五的人在登门道歉。随后薛老五赶来，和吴二白打起了官腔，可二爷那是真的没把他当回事儿，一点面子不留，直接给他点破。锦上珠霍家买了我的铜签，我得从中调停。我听说九门霍家锦上珠拍卖行的买卖被你分去了不少，那批元青花瓷的拍卖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吗？薛老五装傻充愣，说不知道是霍家的。二叔可不听薛老五的解释，直接给了他2个选择：一是他自己跟霍家解决，但是他们有合同，打官司赔死你们；二是头顶着签子和茶杯走出我的家门，只要茶不洒，这件事儿就算了结了。薛老五听完后表示，霍家出多少钱，我给您双倍。二叔听后哈哈大笑，你二爷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这双倍的钱啊，我收了，但是签子跟茶杯你要顶着头出去，千万别洒了。二叔真是霸气侧漏啊！薛老五认怂，开始了杂技表演。为啥光头强长了头发呢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人在江湖飘，还得抹发胶，这才叫端水大师呢。走出吴家大门也没洒一滴水。二叔来人检查，把茶杯收了回去。薛老五小弟气得要把签子砸了，但薛老五制止了，留着以后没准能给吴家。两人的恩怨结了下来。吴邪把三叔留给他的线索告诉了二叔，然而二叔让吴邪不要继续再查三叔的事了。身为老吴家的宝，继承家业，买房买车，几百个姑娘任你挑选，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。但这些都不是吴邪想要的。此时我默默点上了烟，沉思了一段时间，这他妈不就是我的追求吗？吴邪只好无功而返，回家后和胖子商量对策，并决定自己要偷着干，从源头查起。另一边，二叔找来了金万堂，知道了气象站有老三线索的事，并让他继续盯着吴邪的行踪。这时吴邪和胖子两人开车来到了杨大广的老家，从老人那里得知了他是村里唯一的外姓户，家人都已经不在了，房子也被泥石流冲掉了。老人劝他们最好不要过去，说这块石头被雷公诅咒过，听过雷公说话的人耳朵里都会长出珍珠似的东西。啥子？长出珍珠？我好像发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。
两人听完老人的话，马不停蹄地向山中奔去。再说二叔，他已经来到气象站查看情况，并在屋里发现了吴邪没有找到的密室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！进入密室，二叔看到墙上挂着很多木头框，二人推测这个房间应该是用来修复框里的老壁画，用的都是老手法，是个手艺人。二叔决定要去查一查修复壁画的人到底是谁。在山里的吴邪和胖子终于找到杨大广的家，并发现里面有间被堵住的祠堂。祠堂的墙上有很多壁画，看上去壁画的年代比祠堂更要久远。二人仔细观看，壁画上的图案全都是雷公和歪着脖子倾听的小人，这里面肯定和听雷有很大关系。但这幅壁画看年代很显然不属于这里，那它到底是从哪里割来的呢？随后两人通过气流发现了墙后有个密室，并合力凿开了通往密室的洞口。进去之后才明白，这是杨大广的藏宝洞，里面有他从各地偷来的东西。两人检查时发现，这里的吊钟都贴上了044，这组数字到底有着什么意义呢？突然从天而降一道惊雷，声音从大钟里传了出来。吴邪推测这好像是个雷声收集器。随后两人合力打开了棺材，发现里面的古尸长了7个耳朵，仔细一看只有1个是真的，剩下的可能是拿刀割出来的。这个族群应该是对声音有着狂热的追求。胖子探身进去检查，怎么也没想到棺材底是空的，掉了进去。还好吴邪抓住他拉了上来。两人拿灯照看了下面，发现井里挂满了青铜片。吴邪推测，在收集雷声时，上面的大钟会和下面的空腔的青铜片产生共振，会发出不同的乐声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雷声突然响起，还伴随着呼喊声。两人回到地面开始检查，转身时撞见黑衣人，直接吓得往后一倒。被救起后仔细看，原来是小哥张起灵。好友的相聚甚是喜悦，铁三角再次集结。随之而来的还有老朋友金万堂，他说跟来是想凑个热闹，其实是奉二叔的命令来监视吴邪的。随后几个人又回到杨家的密室中开始研究了起来。以后去哪儿都得把你别裤腰带。好。吴邪猜测这具古尸能用听雷装置做陪葬，一定是个大人物。这时混子金万堂好像知道了些什么，讲述起以前的传说。在西海柱方士传中，汉朝时期有个古国叫南海落云国，国君就是南海王，其国人长了7只耳朵，据说可以听懂雷公的话。而南海王更是一生痴迷听雷，相信听雷可以与上天沟通，实现心中所愿，于是就追着雷到处跑，到处听雷。金万堂肯定地说，棺材里葬的就是南海王。吴邪听到这些，联想到种种迹象，心中已有了答案。044就是地宫的考古工程代号。当年三叔等人考古后，杨大广开始了持续10几年的听雷活动，到处收集雷声。雷声里到底有什么信息让他如此着迷呢？就在此刻，小哥直接跳入井里，并且发现井壁上刻着字儿：百越蛇种，南海王之。金万堂听到，更加确认自己的想法。在上面的交谈中，小哥下到了井里最底层，从水中摸出了一个竹简扔了上去。此时金万堂因为撞乱了吊钟，声场发生了变化，屋里的钟声叮当响起，恰好天空中响起一声惊雷，如同天塌地陷，紫金锤。雷声加剧了声场的变化，导致房屋剧烈晃动，坍塌了起来。在这危急时刻，突然水里钻出了一个怪物，张开血盆大口冲向了小哥。小哥为了让爱人先行离开，独自留下和怪物1v1 solo，3、5刀下去，斩妖除魔，留下一张壁纸。在另一头的二叔也没闲着，他找到了044考古队的人，名叫牟学海。可惜人早已神志不清，疯疯癫癫了，但二叔依然推测他就是杨大广密室中修复壁画的人。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一直在照料他呢？二叔决定派人去查一查。3秒钟，我要得到这个人全部的资料。很快消息传来了，一直照顾牟学海的是个姓焦的老板，在国外做翡翠生意的，非常有钱，为人也很低调。早年出身蜀山派，以酒后遇剑闻名。跑题了啊。二叔推断他很有可能和044工程有着很大的关系，决定派黑瞎子去查查他的线索，探探底细。而王胖子3人也带着竹简找到大师做鉴定，查找线索。胖子没想到大师居然是个快纹身的年轻姑娘，老毛病又犯了，疯狂打起了嘴炮。这姑娘鉴定也是全靠心情决定，
听了胖子的话，那肯定是不给做呀。胖子只好拿小哥做挡箭牌，用纹身挑衅。快纹身的姑娘怎么能忍啊？对小哥就3个字：脱衣服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？小哥只好无奈出卖色相，展示了纹身。姑娘一看，那怎么忍得住啊？最终还是拜倒在了美色之下，同意了鉴定。看见去了，要想摸咱收费啊！还真别说，姑娘很快就鉴定出竹简里面的石片，是来自汉代古墓的壁画上。大师不愧是大师啊！听懂掌声。在鉴定最后骨皮的时候，经过反复回味，姑娘尝出了骨皮的味道，它是咸的，并推测出了竹简里的东西曾下葬在近海地底，地点就是沿海滩涂。这是古墓中的美味吗？尝一口也知道太多了吧。回家后，胖子告诉了吴邪，得到了鉴定结果。吴邪通过杨大广照片里的背景，找到最相似的就是平峡附近的滩涂，知道了南海王地宫的大致位置。中年铁三角再次集结，出发前往南海王地宫，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冒险呢？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